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我们在这边哭等也不是办法，这样吧，我这里呢有一叠彩色纸，我们来折千羽鹤来为微微祈福。千羽鹤什么样子的？是这个样子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会折。好啊，那你教爸爸怎么折，我来教妈妈。为什么要折千羽鹤呢？日本人相信折千羽鹤能够为生病的亲人祈福，我们在这边着急也无济于事。不然就来折千羽鹤为微微祈福，希望她的手术成功，平安健康。好啊，我为美美祈福。山里姐姐要折几只啊？我们就折99字吧。莲心，你也折吧，把你对微微的期望折进去，这也算是一份心意啊。你教我怎么折？好啊。先折一半。我不会勉强你的。你来不来？这间诊所意外还要开张，我把机会留给你，决定也在于你。不过我要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在乎你的。如果你在乎我们的感情，就不会让我失望。
是这只最大只了。也是最难看的一只啊。你说错了，应该是最特别的一只，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只。我们昨晚折完之后呢，数一数，只有98只，再加上你这一只呢，就凑成99只了。你说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呢？我只折一只，你们就说有特别的意义，那不是抹杀了其他人的功劳吗？其实我应该觉得高兴，我这只不太合群的千羽鹤竟然可以成为你们的一部分。这么多人为微微祈福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太谢谢你们了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激你们才好。其实，我们应该感激的人是微微，她让我们明白到生命是多么的重要，还有，我们要珍惜眼前所有拥有的一切。你虽然能够出院，但是不能马上工作，你至少要休养2个星期。好了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的，好好在家里休养。等到我恢复之后再出来工作。经济方面我会帮你想办法的，最重要的是养好你的身子。那我就不用客气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等我以后赚到钱之后，你要接受我把钱还给你，不然我一定会翻脸的。志刚，其实再多的帮忙也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亏欠。这是什么话嘛？微微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这次开刀的医药费都是你出的。我们以前不愉快的事都一笔勾销，谁也没欠谁呢。可是我答应过你要照顾微微，直到她出院为止。看来这个诺言我无法实现了。我知道，你要辞职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女朋友出来开诊所，你当然想跟她一条心嘛。你不觉得我放下这一切很自私吗？怎么会呢？趁年轻的时候出来创业是对的。可是我一辞职，就无法守住我对你的承诺了。还守什么承诺？你有你的难言之隐。你不觉得讲信用很重要吗？重要，工作也是重要，金钱也是重要，朋友也是重要。当爱情一来到的时候，其他什么东西并不重要了。好像他们所说的“有情喝水饱”。你真的支持我去创业？嗯，好像你所说的，微微的病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可贵，也让我们珍惜到目前所拥有的一切。也因为这次我受伤，才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。有很多事情它好像冥冥中注定的，不能预测到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世事无绝对，不要太执着。想做什么就做，你没有欠我和微微什么。黄医生，爸，爸，黄医生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微微她微微什么事了？不是，你们过来就知道了。微微，你想不想吃东西？微微，你想不想吃东西呀？要。你们看，他有反应了。试多一次，试多一次。我试过几次了，我再试给你看。微微，你想不想喝水？不要。你看，他真的有反应了。他不只看得到，他还听得到。他看到我摇头，他也跟着摇头。微微，如果你听到妈妈说话，你就点头。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点头。你看，他真的点头了。喂，听到爸爸跟你说话，点点头。他听到了，他真的听到了。微微。有一天，动物园举行歌唱比赛，小鸡唱歌是小鸭唱歌是嘎。
微唱歌时，喵喵喵，要实现，心就会微微乖，更辽阔。微微叫妈妈，微微，微微你叫妈妈，乖呀，微微，叫妈妈。或许他累了呢。也许是吧。妈。你叫妈妈，微微她真的叫妈妈了。微微醒了，妹妹醒了，倩倩。我也叫爸爸。叫爸爸，叫微微，微微乖，妹妹醒了，妹妹终于醒了。没事了，微微，妹妹她终于醒了。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？我怕我哭的样子会让人家笑。微微能够复原，你的功劳那么大，志刚和莲心感激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笑你呢？我有什么功劳啊？倒是你啊！要不是你坚持说服莲心让微微开刀的话，都不知道她要躺在床上躺到什么时候。你别忘了，是你不眠不休的替微微讲故事，还有鼓励莲心的。还有啊，你那99支千亿盒，让志刚和莲心度过了最难熬的手术时间。我只是略懂一点心理学，设法让他们分散注意力，别胡思乱想罢了。不是每个社工都跟你一样那么替病人着想的。你别吓我啦！说真的，我真的很欣赏你那股热忱。其实我是跟你学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报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又唱歌又弹吉他，又扮小丑来哄小孩。当时我真的很佩服你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啊？永远不要失去你这股热忱 ，OK？ 我？那你呢？我已经识字了。现在已经到了分岔路口，该做选择的时候了。其实只要心情好，看山看水都是好景色，对吗？黄医生。微微，记得要按时吃药啊。谢谢你了，黄医生。微微，山里姐姐有空会去看你的哦。微微，快跟黄医生和山林姐姐说再见。嗯。微微。
谢谢你 ，Miss Teo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保重。妈，莎莎，姐姐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知道当一个医生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？病人离开的时候，每个小孩子进医院的时候都是哭丧着脸的，当他们出院的时候，都带着笑容。那时候我就会觉得，我的工作真的是有意义的。医生本来就是很伟大的。你也这样觉得吗？你真的决定了？扣除我假期，下个星期五是最后一天。你离开医院是孩子们的损失。我在医院当社工也算蛮久了，可是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医生像你这样子为孩子们付出的。其实我也舍不得，可是我答应了 Joanne， 如果一直不给决定的话，对她不公平的。那违背自己的意愿，对自己公平吗？我告诉我自己，无论到哪里，我一样是替小孩子看病。一样吗？Joanne真幸福，有一个这么疼爱她的男朋友。你还没看过她被我气坏的样子啊？有啊，我有看过，是蛮吓人的。Tommy，醒醒 ，Tommy， Tommy 怎么了？我在为他治中，忽然间他呼吸困难，然后就倒下了。准备电击，快！这里，请让开。Tommy 的呼吸管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感染，普通的氧气罩已经帮不了他了，我们得把他送到隔离社区，用一个新的呼吸道。还有，别担心，这个呼吸罩。小心！没事吧？看到妈妈生吧。那你怎么好意思呢？让我自己来吧。不会，那我去煮点粥给阿婆吃吧。谢谢你。粥好了哦，谢谢你啊，妈，来吃点粥，小心烫啊。你下班的时候，伯母的午餐怎么办呢？午餐的时候我会赶回来喂她。
如果碰巧那天是要去看 Tommy 的，那早上的时候我会喂他多吃一点。他老人家吃的不多，正好挨一下饿了。午餐的时间你都在奔波，挨饿的人是你啊。对啊，如果你饿坏自己，怎么会有精力去照顾一老一少呢？妈，多吃一点好不好？来，妈，让我来喂吧。给你吃的时候你不吃，叫你拉的时候你不拉，我没空煮你又喊饿，我出去了你就拿的满地都是，你是不是把我给累坏？我很累啊，我真的很累。工作的时候担心妈一个人在家会出事，下午要跑这里要跑医院。下了班要去买菜煮饭给妈吃，然后去看 Tommy， 要不然就要去见客户。如果他们的病能够好起来，我累死都甘愿。可是看到他们那么受苦，我恨不得病人是我。丽珠，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我们一定会医好 Tommy 的。我会帮你申请，看可不可以让伯母住进疗养院，减轻你的负担。不要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是啊，心情是治疗最好的良药。你这个样子，伯母一定不好受的，她怎么会好起来呢？我觉得减肥配套一定行得通。那你看这边附近的高级实验的孩子，每个呢都吃得好、住得好，都超重了。小孩子减肥呢，不可以太闷，也不可以单单只靠药物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就很容易就放弃了。所以我已经设计了一个减肥的配套。哇，你还真的找到 Jim 和你配合啊？当然啦，一般的 gym 啊都不让小孩子进去的。Fitness Crave 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，他们会请一个健身老师在旁教导，然后呢会设计一些对小孩子有用的活动，这样一来，小孩子减肥就不会太无聊了。还有减肥套餐，我们跟开减肥中心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跟减肥中心差得远了，很多减肥中心都是乱来的，我们是专业的医生。顾客对我们当然是比较有信心了。不是顾客，是病人。如果那些小胖子呢，他们达到设定的目标，那我们可以赠送些礼物作为鼓励啊。对。这么全面的配套，我们定什么价钱好呢？不开心啊？你的朋友 Chris 可真商业化，搞得好像我们开减肥中心似的。我的朋友应该是我们的股东，既然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凡事都应该齐心协力。虽然我们是医生，但只要我们出来了，就等于是开门做生意啊。在新加坡，什么行业都很竞争的。你忘了 Terence 在邻里开诊所，结果只能勉强支付开销。都赚不了多少钱啊 Terry 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，OK？ 他的艺术是好，可是他的脾气太怪了，他整天骂病人，他忘了病人是顾客。我们医生的责任是要医治病人，不是为那些有钱的小孩子减肥的。
我们是先治本，帮孩子们减肥，那将来他们不会因为肥胖而患上那些慢性疾病。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我觉得 Chris 的构思很不错啊。你跟 Chris 可真合拍啊！我和他在工作上很合拍，私下和我最合拍的还是你。这样吧，以后呢，减肥的病人就交给我和 Chris， 你只负责那些比较有挑战性的 case。该不会要打退堂鼓吧？喂，说话啊！我既然答应过你，就不会反悔。啊！哎，怎么啊？你干嘛？你瞎了眼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真的是很浪费啊！我真的是想不通啊，为什么有些人一直那么有钱？为什么有些人的皮包好像破了洞，钱一下子就用完了？老娘没钱啊！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，老婆啊，意思意思就啊。当老娘财神爷啊？没钱没钱啊！你滚蛋！喂，哎，你敢说你没钱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今天发了薪水啊？没有啊！你听不懂啊？就算有啊，也不会给你摔人。哦，那就是有了。好。打奖啊！打奖啊！救命啊！打奖啊！打奖啊！打奖啊！救命！有啊。好，你不给是吗？你不给我就向你女儿要。我告诉你，女儿不是你的养家手。王八蛋，你敢打我啊！你敢打我！打我！喂！哎，放手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向我老婆要钱，关你屁事啊！你给不给？你抢先去放吧。听到了没有啊？再这样的话，我报警了。王八蛋，你敢报警？哎，打！你放手！你不要打！你不要打！不要打！打人啊！走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家里是不是有个女儿？她是不是？你快给医生看看。好，接下来。好。张先生，你的粪便会不会有一点黑，好像木炭一样？时常会这样。那你的胃病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发作的呢？太饿或者是吃太饱都会。这是你第一次呕吐吗？哦，刚才我被人家打了肚子，这跟我的胃痛有什么关系吗？张先生，你的粪便会黑是因为你胃出血。我担心你的胃已经有所损害，甚至有更严重的问题。你定个日期，
再来我这里做内窥镜检验。只不过是轻微的胃痛，需要这样紧张吗？张先生，预防胜于治疗哦。回来了，可以吃饭了。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不舒服啊？胃痛。胃痛，让我看一看。哦，没什么，休息一下子就没事。那我煮粥给你吃吧。没胃口，吃不下，不要了。别来找我了吗？我有老公有孩子的。我只是想知道小月的下落，我没有别的要求的。我都说了，我已经卖了。卖了？那你卖给谁？你一定有办法联络到他的。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昨天听到你跟你先生的对话，你们好像有一个女儿。是啊，我生了一个女儿儿子，我关你屁事啊！那你的女儿今年几岁啊？喂，我女儿几岁关你屁事？我告诉你啊，她是有老公有孩子的，你不要再骚扰她。进去。对，怎么样？我的戏还演得不错吧？啊？我没叫你演啊。哼，要不是我帮你啊，你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神经病！刚才我看他家伙的表情啊，真的是父女情深。如果他知道我们的阿叶长得那么漂亮，又是个护士，你猜他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啊？我警告你，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你绝不要给我插手。哼，你要我不插手是不是？那很容易的啊，只要你会做人嘛。我没钱了。没钱？你没钱是吗？他有啊。哼。啊，对了，你告诉我，他的洗衣店叫什么名？好，说你狠。王八蛋，原来是烧在这边，怪不得我找不到，去你的！再见那个女人，你为什么要食言？你跟踪我，我不跟踪你，我怎么知道你们还藕断丝连呢？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做得到的。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只是想打听小月的下落，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，这样我才心安理得。这算什么？买个心安理得？我知道我错，我伤害很多人，就算我有补偿，也补偿不了。你找到他又怎么样呢？
是不是要补偿这些年来对他的亏欠？好，你要补偿就去补偿吧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这些年来你对我的伤害是永远补偿不了的。 寻找一颗心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。宇宙中最亮的，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。错了错了，你们应该是唱有一天，你对我说。 童话的梦会成真，知道吗？我们从头再开始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。平静的天空像美丽的图画，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星，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。 宇宙中最亮的，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。班表，丹妹，班表上没有你的名字哎。 臭中的骗人！你呀，再不好好努力的话 ，Sister 迟早不要你呀。嘿，没有你的 Aska 这样的名字哎。啊？哦，原来 Sister 是公平的，连最好的护士也会被调到成人部去。秀月，你被调到骨科部哎。哎，而且还是3个星期哦。骨科部的病人都不能动，要抱要扛，很辛苦的。很奇怪哦。 通常骨科部需要人的时候，都是派男护士去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打错名字啊？把我的写成是秀月的？一定是啊 ，Sister 那么疼秀月，怎么舍得让她去成人部受罪呢？你呀，再不努力 ，Sister 就不要你了。今天这摊的菜很新鲜哦，你要不要多一点？够了，吃不完了。我可以加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坐下来吧。本来啊想叫你一起吃饭的，可是忙得说你没有空。是吗 ，Sister， 我有件事想问你。 关于被调走的事，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？你第一天当护士吗？暂时调动人员在我们医院里是很普通的。可是通常人家只是被调走3、4天，我竟然是3个星期啊！时间久你才能够学到东西，我要让你全方面的培训。可是我听说被调去骨科部门的。 大多数都是男护士，你是不是很不想去？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调派其他人。不过我对你的工作态度很失望。不是的 ，Sister， 我很愿意去做。调派人手，我自然有我的原因。什么人值得栽培，什么人不值得栽培，我自有分寸。谢谢你看得起我 ，Sister。你慢慢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
你还没有吃完呢，马德。Sister， 我饱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，我总觉得 Sister 最近对我很冷淡。我妈是刀子口豆腐心，你没有看到刚才我叫她妈瞪我的样子啊？可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也不跟我说话，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她？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大家都知道我妈是最赏识你的，你就不要多心了。越是赏识那个人呢，对他就越严厉，你同意吗？是吗？你知道你妈跟我说什么吗？我妈？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弄一台洗衣机。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总是喜欢贪小便宜。可是她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啊。我？她说有了洗衣机，你就不用每次下班回家还要洗衣服，这么辛苦啦。她真的是这么说？是啊。你妈表面上对你很凶，可是呢，她是很关心你的。你妈跟我妈都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的人啊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。那你就不要再疑神疑鬼了。不会啦，我现在轻松多了。下班了。你应该问回家。哦，回家。顺路我送你啊。一个住红帽桥，一个住玉廊，怎么算顺路？新加坡有多大？从樟宜到玉廊才不过半小时的路程而已啊。我看来是不好。你驾车那么快，我觉得我搭巴士比较安全。拜拜。秀叶，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那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豆豆，等等我。还好你还没走啊，快送我回家。哎，嗨，秀叶。哎，我又没有说要送你回去。不送我送谁啊？秀月啊！哎呀，秀月不会坐你的烂车的，她开车很可怕的。哎，快点快点！碰到你啊，真倒霉耶！秀月啊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拜拜。拜，秀月。哎，喜欢什么？你呀，不要做梦啊！闭上眼是你，醒来是你，想你的身影，你的样子，写个 message， 瞬间送到，思念划破平静。闭上眼是你，醒来是你。爱的定义却没有停顿，舍不得睡，怕错过回味你说的每句话。每一次你的出现总是带来好天气，我等完的天空一点一点变得清晰，想着你的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道。新传媒欢庆电视40年，